箱子先放在玄关吧，我回来之后会处理。因为之前认养了熊猫，动物园每年会送些周边产品。那你打开看看，有没有你没抢到的？都是。大的那只是之前和你提到过的，小的是他的孩子。动物没有，人有。给濒危动物提供帮助，是很正常的事。不然呢？说吧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你给自己出去玩找的借口真是越来越多了。算了，想看的话就一起去吧。刚到，比预计早了一点。看来你对这次的报告很有信心。既然工作做完了，下午跟我出来一趟吧。只是给你也放个假。某人赶工这么多天，允许你休息一下。想早点见面的，应该也不止我一个。我去取行李，大概2小时后见。自卖自夸，也不知道是谁把它铺开摆在床的正中间，就差再写一句“今天穿这件了”，差强人意。车上还没暖起来，别急着拉外套。总的来说，品味有进步，比我想象中要好些。可以。好了，准备走了，系好安全带。不是想看熊猫吗？工作日动物园的游客会少一些。你指的安静，是在家里摆上一大堆玩偶？你还随身带着他们的照片？我没有起名字，我只是出了抚养费而已，其他的全靠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照料，没必要在他身上寄托什么。你认人的时候是靠名字吗？
对动物也一样，观察它自己的特征，自然会认出来。盯着我干什么？知道就好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也已经被笨蛋同化了。还没认出来？这只就是。他前几个月腿上受过点伤，治疗的时候需要剃掉伤口周围的毛发。你看他的后腿，有一部分毛发是新长出来的。工作人员会定期反馈他们的饲养状况。我的生活里又不是只有工作。你到底是要看熊猫还是看我？这边人太多了，先往前走吧。是。我爸起的名字。幼稚。你热衷于给各种物件起名字，也是这个道理。这只是针对你刚才说的话的回复。意思是，世界上的笨蛋也很多，但我只喜欢眼前这个。这么多东西，你要自己做？
找到了3个，就这些吧。我看你是真的打算准备100件礼物。怎么还有？既然某人这么极力推销，那就让我看看效果。这好像是第一次看你正经穿衬衫，也是第一次看你做饭没有手忙脚乱。工作日休假去动物园，也是第一次。不好吗？都是第一次，你就可以制造所谓的惊喜了。这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。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。跟某人学的。今天的一切，不论是行程还是礼物，我都很满意。不仅是今年，之前的每一年也都是如此。不需要说，在这些事上，你做的努力总是超出我的预期。更何况，你付出的感情和时间，就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礼物。照你系领带的技术来看，还差得很远。不过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舍不得假期？谁说不是？从工作到生活，哪个地方都少不了某人的影子。何况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人。事实而已。剩下的时间，就这么待着吧。你想要的无所顾忌，可以再延长一些，而且不只是今天，未来的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，都可以。